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的直播。开始之前，让我先去发推，这后边还有一堆的事情在做，等于我的这个叫什么东西，我的 Codex 还在后边跑代码呢。稍微等我1分钟啊，让我去把这些事情都处理一下。对，这个，然后这里。好嘞，然后，诶，这里，对，有人先把沙发占了。这个股神啊，上周五早晨讲完 AI 股人体蜈蚣，当天美股就这个美股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那是川大爷的事儿啊。这个支持，好久没守着看直播了啊，那这个还是要好好看一下的。好，我的稿呢？这是咱们每周一次的这个老范读评节目啊，这个今天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吧。首先，第一条，OpenAI 开发者日啊，上头有人说了，之前讨论了很久，说对话式 AI 没法挂广告，这次 OpenAI 直接在 GPT 里边交付成果。如果这事儿走通了，整个互联网商业模式都会被颠覆。而把 Codex 从沙箱里头放出来，让 Codex 变成 GPT 的上帝之手，这个世界就没有 GPT 到不了的地方了。AI 真正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了。其实 AI 一直在看着整个世界啊。至于 OpenAI 在 GPT 里边直接交付成果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要再稍微观察一下。那天跟 Jeff 里去讨论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有很多东西需要很多轮沟通才能够下决心去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像 OpenAI 这样的对话式的方式呢，就会对这种多轮沟通啊，这个就会产生效果，对吧？当然，这个我觉得有待观察吧。我觉得怎么说呢？人这种玩意儿还是需要冲动消费的，没有冲动消费，这个消费是拉不起来的啊，都靠这个多轮沟通、理性消费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要求把眼镜换了，对，等一下，咦，哎呀，不行，这摘了眼镜还是看不见。嘞，对，继续。这个 OpenAI 最好的结局是被微软全面收购，它做不了商业闭环，钱烧光了，没有续费就 over 了。持续给它充值的金主可能想让 OpenAI 以后可以卖个好价钱。我觉得现在$5000亿的话，你让微软去收这个，已经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因为它现在的估值已经到$5000亿了。对吧？这个后面肯定还是要上市，就是 OpenAI 自己现在也在解决上市之前的一些困难，估计应该是快了。今年我估计有点难，但是到明年 OpenAI 应该可以把结构调整好，自己去上市去。至于这个叫什么呢？至于挣钱这件事儿呢，它反而要发明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吧。其实，在互联网开始之前，大家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挣钱。后来有广告模式，对吧？移动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挣钱，后来发现还是广告模式。这个 ChatGPT 出来以后，大家不知道怎么挣钱，最后发现也还是广告模式，对吧？所以没准它过一段时间就能挣钱了呢。再往后啊，Sora 2的3个中年人对谈啊，有人说了，说有一点讲得很好，就是现在的 Sora 2只是技术优势，没有流量优势，所以 Sora 2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个模式对于未来的电商和社会关系会产生颠覆，比如虚拟试衣 VR 眼镜会到 next level， 在线的约会、异地恋、跟异地的家人庆祝节日等等，一切都会大变样。其实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正好反过来，Sora 2没有技术优势，反而有流量优势。就是 ChatGPT 现在已经聚集了巨大量的流量，而 Sora 2本身呢，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使下来以后，感觉它未必接得住这些流量，对吧？它的这个内容制作的能力其实还是挺差的，就是当你给它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图片，让它去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的时候，它做不出来，对吧？这个我已经测试了很多次了，包括极梦，国内的极梦，然后这个 Midjourney 这些都可以把这个复杂的比如说漫画呀，或者是一些这种非常多元素构成的这个图片让它动起来，但是 Sora 2没有这个能力。Sora 2大家现在觉得它比较好玩是几个，第一个是它对多镜头进行剪切，人家都是生成单镜头，它呢是多镜头。多镜头呢其实是个偷懒，因为总共10秒，你镜头越多，它的这个每个镜头的时间就越短，对吧？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偷懒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直接进行音画同步啊，就是直接把声音都给你配进去了。其他的这些视频模型呢，都是先出视频，然后再想办法给你配背景音、配画啊，或者配音乐，或者配这个内容啊，它是这样方式的。所以这块呢，Sora 2要比别人稍微强一点，但这个呢都是实现起来不难的东西，对吧？我相信现在甭管是这个可伶还是极梦啊，都在抓紧追赶。所以看最后 Sora 2能不能在这个流量接不住的时候，或者流量大量流失之前更新版本啊。如果更新不出来的话，这事儿就不好搞。这个 Sora 2的3个中年男人对谈啊，有人说收音跟画面不一致，用耳机听的时候有些难受。这个事儿呢，没办法啊，这个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这玩意儿咋玩。就是你像我现在带了一个麦克风嘛，然后呢，这个那天呢是2个麦克风，对吧？这还有一个麦克风，等于我们2个麦克风。我有一个麦克风，有一个麦克风呢是我始终挂在身上的，另外一个麦克风呢是他们俩传来传去的。这个戴耳机这种，特别是对谈的这种节目呢，都是一个人在一个耳朵里说话，对吧？那就没办法，所以我没法保证说这个画面跟声音是一致的啊，或者说可能有办法，我需要研究一下。然后啊，这个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这一条，有人讲了啊，说这个跟贵州相关的这个俗语啊，是这个天无3日晴，地无3里平，人无3两银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俗称。是这样，就是它是，抱歉啊，就是云贵地区嘛，它是喀斯特地貌啊，喀斯特地貌呢，就是地上都是这种沟沟坎坎的啊，确实是没有什么比较方便耕种的地方。至于天无3日晴呢，就是也经常是下雨啊，经常是阴天啊，人呢也确实是比较贫穷这个地儿。今天怎么回事？好，继续啊。这个天无3日晴，地无3尺平，这个反正这个传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偏差了，有3尺平的，也有3分平的，对吧？有说这个人无3两银，也有人无3分银，都有。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小的变化。反正那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吧。下一条啊，说建个大桥主要为了旅游，
全世界第一这样干的吗？这个您还说对了啊，咱如果就是为了运东西，你真没必要去争这个世界第一去。但你说为了旅游，你不整个世界第一，谁来看了呀？对吧？你说我吭哧瘪肚为了旅游修了一座桥，告诉你这是世界第二座大桥，世界第二高大桥，那凭什么有人去看去，对吧？所以正是因为要去搞旅游啊，才是一定要世界第一大桥啊，这个要趁着另外一个更高的大桥建起来之前啊，要把这个钱捞回来，我觉得稍微有些难度。反正贵州这个地方是中国地方债最灾害的一个，就是灾害最严重的一个省。啊，这个怎么说呢？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钱挣回来吧，都是民脂民膏啊。继续啊，高德扫街榜拉了一坨大的啊，这个有人说了啊，谁说地图软件不能用来找消费的？谷歌就是啊，而且国外美团、滴滴是同一个东西啊，外卖小哥同时拉人和送货。你说的是 Uber Eat 是吧？是这样的，包括这个叫做什么，在马来西亚呀、泰国呀，其他的一些这种叫做送餐的，就是打车的这个软件都是可以订餐的啊。我觉得呀，这个谷歌之所以在国外成为消费的一个谷歌地图成为消费平台的核心原因呢，不是地图可以去做消费，而是他们不够卷，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谷歌确实是可以搜索到很多东西，但是你想，国内谷歌啊，不是谷歌，高德跟百度还在这掐呢，百度呢后头还在天天卖广告呢，这玩意儿你咋掐根本掐不过。啊，至于国外的话，这个比如 Uber Eat 啊，还有像其他的这些都是可以，像有一个叫 BART 是吧？在泰国好像有一个叫 BOLT 还是什么这样的这种打车软件，都是可以叫外卖的啊。但是在这个国内的话，滴滴也想去干这个活，但是抢不过呀，对吧？你跟美团比，你根本比不过他。你找了一个这种送外卖的车啊，找了这种滴滴去给你送外卖，它很慢啊。对吧？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滴滴或者是这种打车软件可不可以送外卖的问题，而是说，在一个中午午饭的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的时间里头，怎么把一栋楼里头每一个人的午饭都炒好了给人送到手里去？这个事儿靠打车软件搞不定的啊。至于地图的话，更是如此啊！你说我需要进行这么复杂的操作，选到吃的东西，然后再跑去吃，然后还要有这个大家吃完了以后的这种效果的分享，然后再要去跟人做一些客服，然后再加上各种团购优惠券，这根本没戏。谷歌的那个东西我看过，因为我们在国外也是用谷歌地图去找饭馆的，对吧？它上的最多是有一点点评价。对吧？你说我要在里头再去进行支付，什么优惠券、团购，谷歌地图早疯了，他那俩人哪做得过来这东西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国外可以啊，我们也行，完全两回事啊！就是咱们比他发展的要往前，他那个太落后了。呀，又来晚了的了啊！这个回去2倍速追了，好吧？今天人居然这么少，现在才50个啊！现在我这儿60个人了，没什么。这个早上起来放小米那条视频，完了今天掉了10个关注啊！现在可能明天还会再掉个几十个，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啊。这个如果有些人就觉得完全无法接受一个人可以同时喜欢小米和讨厌华为的话，那么这个我觉得离开这个频道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啊。而且有些人觉得，哎，你要喜欢小米，你就要死心塌地，然后一点都不能有这个偏差，然后人家的屎都得是香的啊！我觉得这种二极管就不应该在咱们频道里待着，对吧？那有些东西我觉得小米做的好啊，那我就说它好啊；有些东西它做的不好，我就骂它。这事儿有什么问题吗？对吧？这种二极管都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就是像我这样相对理性的人啊，那他们就离开吧。所以可能有一堆人点完彩以后呢，这个 YouTube 的这种推流就会变得差一点点啊，所以这个没关系。
这个其实也不算洗地，我也没说小米做的好啊，对吧？我说小米做的好了吗？对吧？你们只要说我不要说小米这个十恶不赦，你们就觉得我给小米洗地了。那么这种人其实离开算了。这个觉得是米 boy 的啊，这个人也可以离开了。小米做的烂的东西，咱照样骂，这怕什么的，对吧？这个我觉得这种就是太二极管了啊！你说小米有任何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可能做的还可以啊，这是个米 boy，这种人是不是比较无聊呢？好，咱们继续啊，这个清朗行动的封号潮啊，有人说了，说这个 B 站年轻人比较多，戾气当然重了。最近 B 站屏蔽评论越来越厉害了，稍微有点敏感的视频、敏感的账户，你的评论就发不出去了。哎呀，我觉得在国内运营这种视频网站呢，本身就是一个刀尖上跳舞的事情。对吧？你能够跳得好呢，就能够活下来啊。这个稍微玩点搞出事情来呢，就直接干掉了。所以这个能够留下来，大家都是活着不容易吧？啊，还是表示理解，对吧？虽然 B 站我从来不去啊，我也不喜欢看 B 站的东西，但是呢，它采用这样的一个求生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理解的啊。毕竟还有人愿意看嘛。再往后啊，这个清朗行动的封号潮，有人说，这个虚假人设李子柒算吗？这个怎么说呢？虚假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标准，而在中国呢，这个标准是领导的看法，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你认为它是真的，认为它是假的，这事不重要，还是要看领导怎么看这件事儿，对吧？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小米的视频被踩了多少个？挺多的呀。我正常视频大概是95%到98%的赞，然后呢，小米视频是75%的赞，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频道洗来洗去，二极管已经少多了。骂华为会涨粉，讲点小米的好会掉粉，老范可以操作一下。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停的洗呗。有些这种二极管呢，就是让他们离开，对吧？他没法接受这个，比如说我明天骂个小米，对吧？后天我再夸个华为，我一定要过几天要做一期夸华为的视频。我是来看老范如何狡辩的，这有什么可狡辩的，对吧？我说小米做的都对了吗？对吧？这个你到底觉得哪边算狡辩呢？还是觉得说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就叫狡辩了呢？对吧？这就是二极管嘛。为啥不同手机的天气预报还不一样？哎，这个我们还真发现了，就是苹果手机的天气预报跟华为手机的天气预报还是经常会有很大差异的。这个确实是如此，他们应该是使用的不同的天气台网的这个服务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看评论区里熟人啊，真的是让人忍俊不住啊！是的，这个很开心吧？就是我之所以做这么一条呢，也是告诉大家说，哎，这个每件事儿还是可以理性分析的。如果这个人说，哎，我没法接受理性分析，那就拉倒，对吧？这些人就赶快离开。再往后啊，这个英伟达投资 OpenAI 投资 AMD 啊，城里人真会玩这条啊。有些人呢给我纠正了一下啊，说这个你少说了一个千字儿，1吉瓦呢不是100万瓦，而是100万千瓦啊，大概是这样。这个应该是我搞错掉了啊，这个大家这个抱歉啊，这个还是要稍微道歉一下。咱也没什么偶像包袱，对吧？错了就说认呗。再往后啊，老范一直播完，美股一泻千里啊！对，这个是，董王搞的啊。后来这个董王折腾了一下，到礼拜天啊，这个万斯又出来抹稀泥，又着不来了。所以咱们这儿呢，礼拜一、礼拜二的股市都在涨，对吧？这个很神奇。而且这一次呢，我看美股好像也修复了不少了，啊，也在慢慢的这个盘整。比特币没涨上来啊，比特币暴跌完了以后就这样了。然后，
黄金涨了，黄金已经4200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所以这一次呢，还是要看啊，这个我觉得可能11月1号会塌口啊，因为11月1号是 APEC 嘛，这个王建王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董王还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啊，然后你王建王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一拍脑袋，就我跟谁谁谁的关系很好，然后就开始干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能的事情。如果需要补仓的话，大家去补一点啊。这个不能乱讲，咱们不做这个投资意见和建议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大家这个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还有人说啊，过几年泡沫破裂，AI 收入严重少于付出，怎么玩？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过完今年以后，AI 的收入就会快速增长了，对吧？只要把今年过去啊，这个坎儿就算过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还会有一些 AI 的头部厂商会死掉，因为每一次实际上都是如此，像谷歌呀什么那一轮，也有很多中间的这些公司就挂掉了，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来说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啊，AI 还是一个未来，而且是全人类的未来啊，甭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未来。至于除了这2个国家之外的国家呢，这个等着被收割就可以了。别人都是二极管，就你客观完美啊，这倒也不是，我也经常犯错，对吧？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件事，对吧？然后这个事儿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那样，这点做得好，那点做得不好，对吧？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没法接受这件事，那就是二极管，对吧？这样的人通通都是二极管。苹果用国外的服务，华为用中央电视台的啊，这个其实也不是，苹果可能应该在国内也是用的国内的，因为你要知道，在国内的话，只有这个中央气象台的这个天气是可以报的，你使用其他的这种天气出来的数据的话，都是造谣啊。这个咱们就是特别是原来报那个 PM2.5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原来不是在那个每天在网站上报他那个 PM2.5吗？就是说，我就美国大使馆装了一个这个机器，后来就告诉他你这不行啊，你这算造谣。我们这儿唯一的口径就是这个，我报什么这什么事就是真的，对吧？这个，所以苹果在国内肯定也是用的这个国内的这些东西啊。王健老师有个特点啊，说他不对的都是五毛啊，这个倒也不至于。这个说你不对也不能都是二极管。我呢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愿意理性讨论的那么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如果你说哎呀这个你居然敢说小米好啊，你的智商有问题，那么这种人我就是觉得他是二极管，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愿意去讨论说这事儿到底对不对还是说只要不骂小米都是智商有问题这是2种不同的人。前面这种人我是接受的，后边这种人就是二极管，马上离开。至少买能够公开可以骂的品牌，比买不能骂的品牌还靠谱点对啊，就是我这期的视频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呀。小米你还能骂它，对吧？它这个比如手机小米17做的很二，那我就骂呀，这个有什么问题啊？那个东西做的实在太二了。小米股票我从来不敢碰，因为那东西一点逻辑没有，对吧？该骂就骂呀，这个有什么问题吗？也不能说我买辆小米汽车，我就是雷军家的狗了，然后雷军的屎都是香的。所有抱着这样心态的人，我觉得就赶快离开这个频道啊，这就是二极管。小米话题绝对能火一波，大家喜欢有争议，多聊聊这个。但是聊呢，我还是比较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你比如说，我觉得这里有问题啊，我觉得那里有问题，这个都没问题啊，都是可以聊的。但是你说，哎呀，你居然敢说小米好啊，这个你一定是拿了小米钱了。那这种人，你说不是二极管是什么呢？美股今天早晨盘前高开了，我抄底了一波，玩的很爽黄金还是不敢碰。今年所有板块里头涨得最好的板块不是 AI而是金矿还不是黄金，是金矿。
就是金矿涨得比黄金涨得还多，所以整个2025年涨得最高的板块就是金矿板块，但是我也不敢碰，这个稍微有点费劲了。N8N 干啥用的啊？给几个例子，给了啊，只是在付费频道里头。其实这个免费频道里有好多啊，就是免费的其他人视频有好多，你可以去学。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对小米反应那么大，可能因为我没用小米产品吧，所以那些反应激烈的都是小米用户嘛，还是小米股东？那些反应激烈的实际上就是知黑，对吧？只要是中国的东西，通通都不好，就是这么一帮人。不是国内啊，10日天气预报功能可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使用，除非另有说明，否则10日天气预报数据由苹果天气提供啊，其他极端天气、降雨等才是国内的数据。我觉得它在国内可以发布的一定是这样，因为国内对于天气预报这个事儿是有政府的法律要求的啊，这个不是可以，只要苹果在国内卖手机。这个不是可以随便超越的。老哥还有16周，我还有21周，这个还是一部好车。车呢，我觉得能开，对吧？我也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如果小区让我买特斯拉的话，我早就买了，对吧？是因为小区不让进特斯拉，所以我不能买个车不让我停到小区里去，我有车位的，所以我去选了一个小米，对吧？那么大家就觉得，哎，我觉得为什么不买特斯拉？为什么不买别的？这个挺无聊的啊。我这个16，哎，这个到明天应该15了。我今儿还跑去问小米的那个交付的人，我说有没有很多人退车呀？我要去提前一点。他说没有啊，这个说北京退车的少。雷士营销学讲了好多了呀，以前雷军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都在讲啊，对吧？他是怎么怎么做直播的，怎么去做演讲的，然后怎么去编排，对吧？哪一个点讲的还不错，哪个点讲的不怎么样，然后哪次让我感到很失望，我都在讲，对吧？这个我也不能每次有事儿都得给你重讲一遍。这个其实都不是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天气预报都是来自于国家认可的这个天气预报啊，中国是在这块有非常严格要求的啊，只有一个声音。它的服务声明是这样写的，这个，还是要合法，在中国还是要合法。文档里标明啊，这个它可能是用彩云天气，但彩云天气也要给它证明说我是用的国家的这个东西啊，否则它是有问题的。欧盟准备推出新措施，中国企业若要在欧盟运营，必须要把技术转让给欧盟公司。这个准备过2天去讲一条吧。因为这2天刚有一个文泰科技，对吧？被荷兰折腾了一把，这个咱们也是马上反制，而且是极其强硬反制。没有机械门把手确实不好啊，谁也不能保证不把车开到墙上，这个是真的啊。它这个微动开关这个确实是比较二，而且我觉得小米苏7的微动开关的门把手有点画蛇添足。对吧？它完完全全是可以做个机械门把手在上头的。好啊，咱们继续。这个周日吃药直播，咱们讲到这个宗馥莉的事儿啊，所以有人说了，说格局大气就是家族荣光，现在这种状态是一损俱损，家族一起受损。这个事儿呢，我倒不这么认可啊，因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法律上有好多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健全，对吧？特别是执行这个层面，而这个宗馥莉自己呢，还是说他其实也不太想守这个法律，也不太想守规矩，对吧？他希望在规矩之外呢，再把一些利益再拿回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等于原来在一根绳上这个蹦跶的这些蚂蚱，原来可能都是在娃哈哈这个品牌上啊一起去坑国家的钱，一起去坑员工的钱的这些人呢，就感觉有问题了。其实即使是像美国黑手党啊，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规矩的，而且越是这帮人，他越是要讲规矩，因为都有枪啊，对吧？你如果这个不讲规矩的话，那大家就都很危险啊，就没有任何人有这个生命安全的保障。本来呢，宗庆后是一个讲规矩的人啊，他说，虽然我这规矩不是国家法律，对
对吧？但是呢，我们还是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玩。而这个宗馥莉呢，他其实他没有讲规矩的这个格局是真的啊，但是另外一个他也没有讲规矩的实力，对吧？他说我愿意跟大家讲规矩，但是其他人不愿意跟他讲规矩，对吧？他并不像宗庆后似的说，我有你们的把柄啊，我还带着大家从头一起干起来了，大家都服这个事儿，所以他搞不定这个事儿，只能是去折腾啊。这个跟这个大气啊或者格局这个有关系吧，但是关系不是那么大。我是比较讨厌这个靠什么大局观让你去牺牲一下这种事儿啊，因为所有讲大局的你都不在大局里头，对吧？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在国内这样的一个位置也确实是不好处理啊。这个我也没想明白他应该是如何处理这个事情，毕竟每家都有自己家的这个难念的经嘛，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吧？所以咱们在外面吃瓜也就完事儿了啊，没必要说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啊，这边没啊，这个看过了啊，对，中央气象数据啊，获得资质之后可以做后处理，不过后处理需要再备案。是的，这个是国内的一个要求啊，因为咱们就一定是说今天是这个晴天啊，我们只要发了，你就必须得报晴天啊，这个是不允许改的。彩云的数据是自己算的，然后用国家气象局下属的一个小衙门签了协议，以衙门的名义发预告啊，这个反正你还是要有官方认证吧。话说这些电开门的车为啥不在每个车门里头放一节18650？其实你就算放了，它也没法说我撞的时候就一定好使。这个事儿还是因为你碰撞这个过程呢，还是很危险的啊，这个各种可能性都会发生。我觉得直接上机械门把手是最省事儿的。你说这个预期有机械门把手，我今天才知道，你可以去看看那车，那个车其实就是个机械门把手啊，就是它只是平时是平的，你人靠近了以后，它会往里抠，然后呢，你去抠那个门的时候，就完完全全是机械门把手的感觉。其实手机还好，车嘛必定也关系到家人的安全。这个，但是现在滴滴车都是国产电动车，真的是很难避免。这个你没办法，它便宜啊，对吧？它运营成本低嘛。呀，雷斯雷克萨斯怎么样啊？我有点想买 RX350了。雷克萨斯在国内其实挺少的，你的会员怎么掉了啊？这个赶快去把你的小扳手没收了的去。国内其实雷克萨斯是非常少的啊，这个以前有一段时间还可以，但是你如果车少了以后，你在国内开的话，你的维修啊什么这个成本都会很高啊，而且它的二手车的保值，哎，其实电车都没有什么二手车保值的事情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预期这些车在国内的电车里头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你不是建议买预期吗？说家里让你退了呗。继续啊，这个社保新规之后，第一次调级压死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说了啊，说这个量级有见识的博主居然还天真的以为社保能够坚持到他10年后全身而退，领到退休金。中共的洗脑之成功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个呢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现在比如只交了10年社保，然后呢我可能也就放弃了啊，就是还需要在整个这个20-30年才能拿到钱，这个我可能就放弃了。但是你说我已经交了26年的社保了，对吧？还剩10年我就可以领钱了，而且交的钱其实也不算多，那么，我再去期待一下有什么问题吗？对吧？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范兄，这个4050补贴，我可不可以理解是，比如我交了100，他补贴40，最后我实际交了60，大概的样子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个4050是补60%，
他要求你先交大概每个月的5号还是几号就扣钱了啊，就是你要给他一个银行卡，再给你扣钱。扣完了以后呢，到可能18、9号、20号左右吧，他再给你把那个60%钱退回来啊。我现在每个月就是在调机之前的话，每个月实际交的这个社保大概是700多块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啊，说计划生育好啊，这个政府来养老，延迟退休好，养老靠自己，赡养老人是义务啊，推给政府很可耻啊。这个是咱们在不同时期里头给出的宣传口号。那怎么办呢？对吧？我们有很多的官员不计个人荣辱啊，让这个政府不断的可以用最快的方式去发展。那他就是还是很伟大的吧？这些人啊，也只能这么说了。还有人问啊，说涨了以后啊，这个社保涨了以后领失业金会涨吗？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呢已经领了24个月的失业金啊，再往后好像是连续再交1年还是多长时间的失业金呢，你又可以领几个月的。中国大概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再去领啊，这个回头可以去问一问。其实涨失业金这个事儿并不重要，因为失业金其实没多少。对吧？然后这个什么呢？这个真正涨的是养老金啊，就是养老金是每年都在涨，虽然涨的比这个社保基数涨得低，你比如社保基数涨5%啊，然后养老金涨3%，社保基数涨10%，养老金涨5%，它是这样的一个涨法。而且社保金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现收现付，就是现在交进去的钱呢，实际上是养现在的这些老人的，而以后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啊，所以你也只能不停的往上涨，这个没有什么办法。雷克萨斯 ES 很帅啊，这个好吧，我对雷克萨斯真的是没有研究。保养6年免费啊，这个很强。但雷克萨斯本身就贵啊。最近雷士营销学的段子火了啊，短视频全是。对呀，因为说这个事儿有流量啊，对吧？你现在敢说遥遥领先吗？你不敢，你说了以后被人告啊，被人封号啊，对吧？你敢说这个其他的吗？说了以后没人看你啊，对吧？只有说雷军这个他又不告你，对吧？还有流量，这多爽的事儿啊！这事儿不干白不干，对吧？这事儿不干的话就属于傻子了。他不就是这个小字儿嘛？就是上面写一大广告，底下写一小字儿。这个其实前面讲过，就是呢，他们还希望合法，对吧？你像这个遥遥领先，就是我不介意啊，我就违法了，我就违反广告法了，别人也不能罚我，我就这样了。雷军呢，他们就属于说，我又想吹牛，我又想合法，就属于比较憋屈的玩法，对吧？那也没什么办法。话说老范的灵活就业里面也要交失业保险，对，交啊，但是我是不交工伤的，就是五险一金嘛。我现在一金是不交了，就是住房公积金已经不再交了。然后呢，五险里头呢是工伤跟生育已经不再交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因为工伤就是完全是单位交的，就是你不上班就没有工伤。工伤原来交的时候也是，单位交钱，个人是一分不扣的。所以我现在就是3险。就是养老、医疗和这个失业，失业还是要接着交。出国定居后，社保里边的钱真的能领出来吗？能啊，我认识一些人出国了以后，他们就直接开始退休了，就接着这个不断的就是每个月发钱呗。这两天不那个谁嘛，姚明说开始从这个 NBA 领这个退休金了，对吧？他是一年，他45岁开始领。45岁到50几岁之间，一年大概是2万多美金。然后呢，55岁还是50几岁到65岁之间是一年3万多美金。然后呢，65岁以后大概是可能多少钱？它反正是一个递涨的一个过程。然后 NBA 的养老金是大概服役几年啊？反正我忘了是几年了。姚明肯定是够数了。然后呢，现在就可以开始去领他的养老金。失业金没必要涨啊，收的全都，全是收是全都要收啊，支出的就很少，没有太大的紧迫性啊，这个也没法说了。失业金反正你想领到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来了啊，把 Cloud $200啊换成$100了啊，也够用。这个是 Cloud，我现在还没有去充钱啊，我现在基本上是用的 Codex，我现在 Codex 还在后头跑着呢，我看看那任务跑完了没有？还没有呢，那个任务跑了2个多小时了，我准备待会儿把它干掉。他说他这个测试有一个超时任务，然后我要去检查一下，解决一下啊，这个不知道干嘛去了，哎，也没有东西在那个什么呀，好奇怪。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奇葩的一个情况。哎，这儿呢，要求服役3年可以领养老金啊，实际上姚明可能服役了9年，姚明还是真的挺能折腾的。好，继续啊，这个星舰11飞啊，有人说了，马一龙只要务正业，成功率就大。马一龙做星舰的时候也是摔了好多呢，包括现在其实有时候也会出问题。做工程就是这样的啊，你计算好损失往前做就完了。当然，马一龙啊，就是马斯克回到特斯拉，回到 SpaceX 以后呢，他整个的项目进度确实是变快了啊，这是真的啊，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他这种就是老板特别强的这种公司里头吧，下边人呢一般都是执行能力强啊，就是不会主动的做什么事情，因为主动做事很容易被老板干掉。我记得当时是什么来着？就是二战的时候，一帮将帅啊，然后这个这些这个他们的参谋之间啊，也是有一定的交流的。然后呢，越是强的这些将军，他们的参谋包括参谋团队呢就越平庸啊。然后这个里头可能最有名的是啊巴顿的那个参谋部啊，这些人就一点名声都没有啊。包括隆美尔的参谋部也是没有什么名声的。但是你像什么布莱德雷啊什么这些人，对吧？他后边的参谋还是比较强的，因为这帮人自己就是参谋出身啊，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啊，这个像马斯克这种人啊，他本身很强势的老板，他离开公司以后的话，公司只能维持，啊，是没有办法快速发展的。Codex 这类一下的这种工具写出来的东西有实用价值吗？还不错啊，还不错。这个甭管是 Codex 也好，Cursor 也好，Cloud Code 也好，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啊，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就是我要拿它写个微信啊，或者我要拿它写个抖音，写个 TikTok，这东西就不是让你干这事了。你想抖音、TikTok 多大的团队呢？而且那么大的团队，每个人现在可能都在抱着像什么 Cloud Code 这种东西在跑，然后才能保证这个代码顺畅的往前走。你现在说我一个这个办了程序员啊，然后举了这么一个神器的工具，就可以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这个对于你来说什么算有价值？抖音算有价值吗？对吧？这个不能这么讲啊，就是对我自己有帮助就够了。好啊，这个进入今天最火爆话题啊，小米苏7 Ultra 着火这个话题。第一个啊，说这是小米1年之内的第2把火了，为什么小米的汽车这么容易着火呢？是幸存者偏差吗？这个其实不是啊，就是电车都容易着火。这个我记得特别早的时候，比亚迪就着过啊，但是呢也都压下来了，就是外国人根本听不着。我是听什么人说的呢？是听就非常早了啊，就是当时那个车叫比亚迪 E6，我有一段时间还想买那个车呢。那个车当时是在深圳坐出租车，也是着了火，打不开门啊。当时那个门还是那个机械门把手的呢，打不开，然后那个直接快速燃烧，把车里头大概是6个人都给烧死了。啊，后来那个深圳才是说这个电动车需要调整啊，就是深圳有一段时间特别时髦，上了一大堆这个比亚迪的出租车，应该是在几年吧。就是这种锂电池这事儿没办法，它一个是爱着火，另外一个就是着了火以后，基本上是扑不灭啊，就是拿什么各种现在的什么干粉灭火器啊，什么这个水啊，什么都是拿它没办法啊，因为它自己产生氧气，自己产生热啊，这个事儿就没招。
你像前一段时间不有一条船，这个从中国往南美洲拉，然后中间那个有一辆车着了，没办法，最后把整条船都烧了，你也没拿它没办法，你想灭火根本灭不掉，一船的那个汽车就是那种汽车滚装船，整个船都烧掉了。所以它这种锂电池的车它就这样。还有人说啊，特斯拉就不起火，对吧？这个还有人说你能证明特斯拉起火吗？你说特斯拉起火，这个当时我也看着挺生气，我说这个我又不是你爹，他妈我还替你查资料，这个事儿多烦啊！你自己去查查特斯拉起不起火，对吧？特斯拉呢，从后来说算了，还是查一下吧。从2013年到2023年，大概就是简单搜索啊，就是那个特斯拉的这种起火事故啊，只得到的这个结论是13次碰撞起火事故啊，它也起火，只要是电动车都起火，对吧？特斯拉也起火啊。那有人说特斯拉起火有烧死人的吗？有啊，其中有5起是驾驶员烧死在车里边了。特斯拉卖的更多，对吧？锂电池你就没办法，这个事它就是这样的。上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早期的这种特斯拉事故里头，对吧？他也说这个门把手没弹出来，他也是这个东西。而且我现在觉得，这种隐藏式门把手就真的是特斯拉把大家带坑里了，就他先发明的这东西，然后其他人就觉得我也应该整一个，然后就大家各自在这上折腾。这个特斯拉其实它的隐藏门把手就是它首先要弹出，弹完了以后呢，你是其实还是个机械的，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就大家什么微动开关啊，甚至什么手势开门啊，就搞成这样，其实完全是画蛇添足啊，就是用机械的就挺好。这个就是还是看你到底卖多少车，就是特斯拉，我记得有每一次着火也是股价暴跌一样的。还有人说啊，小米这个没有机械门把手，从外边打不开，和是否酒驾没关系啊。这句话居然让这个老范反过来说了啊，如果有机械门把手，这次能打开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是啊，就是没有机械门把手这事肯定是不对啊，这个咱们没有任何问题啊，咱也不替他洗这个地，对吧？小米苏7这个就应该有个机械门把手，对吧？它这个微动开关这个设计本身就很二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酒驾呢，对吧？你酒驾开到150，你撞上以后，就是你的肯定小电瓶就断电了嘛。你如果小电瓶没有断电的话，你是能打开，即使微动开关它也能打开，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应该解锁也是要解的。后边那个窗户也降下来了，所以后门的这个东西是 OK 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么高速度撞上去，虽然玻璃没碎，但是车有可能变形了。你如果车变形了的话，微动开关你或者有机械门把手你也打不开，对吧？它车变形了以后，那个等于就把那门挤在那儿了。所以你说这个车撞上去了变形了，到底是跟机械门把手有关呢，还是跟酒驾有关呢？对吧？你别撞啊，有本事，对吧？你别撞，你是不是机械门把手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心里他就是有这样的扭曲。还有人说啊，如果因为这个事故你提车的时间提前了，那有可能说明啊你没退，很多其他人退了。是啊，我去问了，人家说没提前啊，你得继续等啊，对吧？我今天还专门去找人问去了。我也希望有好多人退车，对吧？这个还有说啊，出车祸大家都习惯了，太多了啊，但是因为设计缺陷打不开门，而因为这个原因又死人了啊，这种事情就不多了。这个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对啊，特斯拉不也干这事儿吗？他也是因为设计缺陷，最后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没弹出来。他当时 Model S 啊，还不是现在的 Model 3。Model 3呢，其实完全或者 Model 3跟 Model Y 就是机械门把手，只是呢，它那个东西是需要摁一下，对吧？它摁完了以后，它会弹出一个门把手来，也不叫弹吧，就是你算是把那个门把手抠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弹出的一个结构，它是一个像个杠杆似的抠出来，抠完了以后再往外掰啊，是这样的一个机械结构啊。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没什么可讨论的，这种那个微动开关的门把手就是很二，对吧？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啊？然后这个你有一个机械的啊，你开门的可能性一定会上升，但是你喝了酒了，这个超速了，你撞上了，对吧？那这个该挂掉也就挂掉了，那怎么办呢？还有人说啊，行车勒索在一些欧盟国家是禁止的啊，防盗说太幼稚了啊，从源头上这个置救援于悬崖边上，这种呢就属于脑子有坑的啊。
我专门查了一下，欧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禁止机械落锁，就是你只要车开起来就是要落锁，对吧？它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求是人可以在落锁之后从内部把车打开，对吧？它是不允许你从内部打不开的。小米这点做了呀，它在内部是有机械门把手的，就算是撞了车落了锁了，它也能够从内部打开，所以它是符合欧盟标准的啊。你不要在这儿一知半解就出来这个胡说八道啊！这个没有回答为什么门没打开，您看完了吗？对吧？我也讲了说为什么门没打开，对吧？它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车撞变形了啊，这个车门卡住了；第二个呢，就是小电瓶断电了啊，导致它这个微动开关失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它比如说，这些人可能使的力量其实也是不太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门该怎么开，对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讲了，就是他把上面玻璃砸开了，砸开了以后呢，伸手他够不着底下那个机械门把手，他那机械门把手在最下边，对吧？他这个也是比较恶心的一个设计，但是他也没办法，我给你设计在上面，万一人家砸了玻璃，然后给你把车打开了，这个也是不好的嘛，所以他也比较麻烦这个设计。所以我完全回答的很清楚啊，对吧？有什么问题吗？您看了吗？最后一个啊，说这期怎么听起来像是说纯电子门把手设计有问题？是有问题啊，我就是这么讲的呀。苏七 Ultra 3元锂电池爆燃也速度太快，是啊。这个但是老范我定的预期是机械门把手，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所以就没问题了啊。这个其实你开任何车，还是不要酒驾，不要超速啊，这个才是真正没问题的。就是我去选择有机械门把手和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呢，这个肯定也有我自己的考量，对吧？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点，也更便宜一点。这个机械门把手，其实我估计小米预期一开始设计的时候也不是机械门把手，应该是3月底，就是安徽烧死3个人那一场车祸以后，小米预期改了，对吧？它应该是后边整个做了调整啊，才变成机械门把手了。那这个人家也在慢慢改啊，对吧？咱们还是需要做得好的地方鼓励呗，做得不好的地方咱就骂呗，就这么简单的个事情。好啊，我们已经把网上的都读完了啊，再看看这边。嗯，有实用价值，不错。写作我觉得，还是这个 Sonnet 4.5强。Sonnet 4.5我现在也用了一点，但是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差异出来。我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要给 Cloud 去充个值去，对吧？老不用这个还是有问题的，我准备去用一用。失业金要找到挂靠单位正规缴纳，养老失业自由职业者自己缴纳的不算，算吧。这个因为我没有研究过啊，回头去折腾。但反正他还找我收着呢，这个我不太确定。比亚迪23年的时候，天天有人统计着火，这个一个月着了5家 4S 店，对，他把 4S 店直接烧掉。24年还烧了一个 4S 店呢，这个后来全都删掉了。所以我觉得小米在这点还行啊，就是它允许你说，这个是优点啊，这还是要值得肯定的。你像比亚迪和遥遥领先这种不许说的就更惨。来了啊，欢迎。比亚迪质量差，这个刻板印象，就是因为很多年前，这个油电都出过自燃事故啊，油也自燃嘛？好吧，反正油车有时候也会自燃啊，这个就没法整了。我也不知道以后特斯拉打不打算变回机械门把手呢？特斯拉现在就是，反正 Model Y 跟 Model 3都是机械门把手啊，这个 Model S 跟 Model X 我现在不确定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知道。它其实算是一个半机械把手啊，就是它先要弹出，弹出了以后是个机械的。着火前一直有小视频在推新式电动车电池侧方位爆炸弹出的视频，我看过那个特别恶心，就是你要着火之前把那个电池扔出去，
那你不是坑别人吗？这事儿就这个肯定有问题啊，因为所有车辆相关的事情，第一个是要求不要伤害到其他人啊，第二个是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吧，第二个是要求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啊，这个把这个电瓶弹出去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太奇葩了。但我觉得以后可以做一个军事用途啊，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要从媒体流量的角度来考虑。现在的密码就是愤怒算法，是这样的，只要能够引发愤怒和人类时间关注的话题，就会被算法这个往上推。外加网民也没有其他的发泄途径了，明星塌房的牌也打得差不多了。对呀，所以骂小米没问题啊，就跟原来那个郭德纲讲的似的，你想大红大紫骂一句郭德纲啊，对吧？就是这样的。车祸你不能预期任何的电池弹出，因为碰撞变形随机的，是这样的啊，弹出机构稍微变形就弹不出去了。我觉得就算能弹出去，也不应该这么干，太缺德了。这个，老范买了电车以后又加买了一份巨额人身保险，没有啊，费这劲干嘛？来也啊，欢迎。撞车之后弹不出啊，这个变成内爆就更精彩了。我觉得还是尽量让它慢点爆吧。点赞点赞，欢迎。怎么跟老范约饭啊？这个你在那个 Discord 里头找我呀。这个你只要是咱们时间差不多就可以约嘛。对，林志颖就是这个特斯拉起火，对，很多人就觉得我就没见过啊，你告诉我特斯拉什么时候起过火，这种呢就属于不动脑子，就是你有疑惑呢，你自己去查，对吧？没有人有义务替大家查这东西。从多起撞车事件来看，劳的车真耐撞，是劳斯莱斯嘛，对吧？那玩意儿贵啊。嗯，Down to the sea 什么意思？但是有车撞车很少起火烧死人的啊，电车就很多。这个电车烧死人确实是多，因为电池这个就是锂电池这个东西本身就有问题啊，它这个就是容易着火，而且它最大的问题是着了火以后不好救灭。我每次坐车里都对自己说安全第一，对啊，我也是这样的，你开什么车都是安全第一啊。这还有一个呢，老范已经过了年轻气盛的年纪了，也不会开那么快了吧？对，这个我本来也不惦记开多快。大概一几年的时候，南方气温多日突破35度，高速国产油车自燃的新闻就多了。那会儿就有比亚迪，不过比亚迪是其中之一。对，油车自燃，像原来奥迪也自燃过，就是油车自燃，在北京好像就是这种我这不知道油车是怎么自燃，它是油管破了还是怎么弄的，反正就自己着起来了。就那个时候好像是二环还是哪儿有一个奥迪就自己着了，也是把人烧死在里头了。而且他是什么，就在里头睡觉还是怎么弄，就反正人就没出来。就好多的时候呢，人就是烧的特别快，像特斯拉，我看了几个前期的报道啊，就是燃烧太快，然后呢吸入这个可燃气体，高温可燃气体，然后人就直接烫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大概就是在车里边就是这样来处理的。毛完补个刀啊！我儿子是华师大数学系的大一学生，比小范小1岁。他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啊，喜欢小米车，更喜欢特斯拉。但是前2天，他特意和我小米手机长得很一般啊，但是小米17背屏太帅了，所以审美这件事情完全是仁者见仁。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我也不能说人家不这个觉得小米帅就有问题，反正我不喜欢就完了，对吧？我也不能说，哎，谁喜欢小米17是智商有问题。我今天在这个评论区里头看了一堆，哎呀，老范你智商有问题，这个我就觉得，到底谁智商有问题啊？这个长城老板吐槽比亚迪高油压油箱盖问题啊，这个
但是中国是这样，就长城老板呢，他不敢说，对吧？他说有人用这个常压油箱盖，但是他不敢点比亚迪的名字，点比亚迪的名字，比亚迪就告他，对吧？而且他还告不赢啊，这个国内的这点是比较恶心的。我还没提预期啊，还有10周啊，那你这比我这快。我爸妈天天给我转抖音、小米附件消息，我忍不住把他们都屏蔽了。你还是先把会员充回来吧啊！印象中有一段时间新闻全是油车自燃，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车，对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就觉得呀，油车好安全，对吧？这个就是属于是什么呢？人的记忆都是这样，对新鲜的事物呢记得会比较清楚，啊，时间久了以后呢就拉倒了。油车自燃一般是管线老化了啊，好吧。还有些开着大马力的车原地轰油什么的，这个反正我是见过，但是就是看过新闻啊，但是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我真正看过燃烧的车，这个不能乱讲了啊，这个那个年代的事情不能讲。小米才3年会造什么车？哎呀，又来一个，对吧？那谁不是从开始做的呢？对吧？特斯拉是从这个先造了100年车，然后才开始卖电车的吗？啊，又说啊，特斯拉不一样啊，那特斯拉也烧了10几回了，对吧？还烧死了也还有5次是烧死人的，那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啊，谁不是从开始造的，对吧？那么第一辆车应该谁去买的，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啊，这点思路。长期怠速情况下，油车容易自燃，如巡逻的车辆啊，这个好吧，现在应该都好多了吧？凯文的女大最近是哪一位小姐姐了啊？这个还是可以关心一下的啊。没有啊，最近忙着加班，老板10分钟之前啊拍拍我的肩膀回家去了啊。那10分钟之前有没有发现你在刷视频呢？对吧？是不是看老范直播被老板看到了？只要凯文在，就聊到女大了，是这样的。聊聊女大吧，对，聊一聊吧。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评论都读完了，可以给大家一些时间去聊女大了。还有什么啊？小米现在各种删别人的帖子，很多都是真实用户，这种做法让人反感。哎呀，你看现在这么多小米负面，你看看有没有遥遥领先的负面？遥遥领先的车比它卖的多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遥遥领先的所有车就那么好呢？遥遥领先从来没有自燃过吗？包括蔚来，多去了，我告诉你。所以啊，这个还是叫做什么呢？叫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周末约了和上海妹子一起去试驾，试驾什么呢？那个雷克萨斯吗？看美国的广告站最出名的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两个品牌一天到晚互相骂，还上电视投广告黑对方，也没把美国人的精神给污染了。想不懂为什么这个那些车企不让说啊？这个国内的这个社交媒体包括舆论控制的能力太强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很有意思，山东女生就见了2次，一直劝我在上海买房，说我买了房就考虑做我女朋友。这个这么神奇的吗？这什么逻辑啊？你又不在上海，你不在苏州吗？你跑到上海买个房是干嘛呢？是不是上海买了房还要写他的名字？然后就告诉你大郎该吃药了。不太一样，小米恶心人的是，爆炸不让说，有什么不让说的呀？哪个不让说了呀？咱不也说了吗？对吧？国内也一堆人在那说他，抖音上多少人在那骂他。我周六去试驾了 Model Y，哎，我发现那个就是各个展厅里头 Model Y 的这个就是特斯拉展厅里的人是最多的。现在什么小米展厅，什么这个所有新势力展厅里都没人，只有特斯拉的展厅里头是人山人海的。
然后一帮人在那买那个特斯拉的那个叫 Model YL，这个，哎，美国现在应该也有 YL 吧？反正 Model YL 是很符合中国人的这个需求的啊，又大，对吧？还便宜，还续航还长，对吧？就是各种的性价比之王那个东西。山东的女生代表应该是范冰冰吧？范冰冰是山东人吗？我光知道巩俐是山东人。因为我那时候在济南上班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旁边这中学就是巩俐的母校。就是山东女生的典型特征就是身高很高，然后呢，这个鹅蛋脸啊，就是不能是尖下颏，一定是鹅蛋脸啊。以前这个皇帝选妃也是不能选这个尖下颏的，尖下颏的克夫，所以他们就喜欢选山东女生去做这个皇后啊、王妃啊，就是这种鹅蛋脸啊，这个又好看啊，还这个比较吉祥。新能源是皇权特许和手机不一样，这是什么东西？没看懂。让老范设计一下雷军要怎么翻盘，是冷处理呢？之前说雷军人老实，说话不多，话不多，现在变成人老实话不多。哎呀，这个雷军企业家，你能指望他说啥实话吗？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们指望企业家说实话，都属于稍微有点幼稚啊。这个事儿是不会的，所有的企业家都是这个说该说的话，对吧？这个雷军从来都是这样。他现在呢也不需要翻盘，就是冷处理就完了，对吧？等呗，等这个这个警察出这个叫什么就行了，出这个报告就完了，对吧？你到现在为止，好像安徽烧死那3个，到目前也没有出报告，对吧？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啊。而且可能过个几年啊，别几年，过个半个年或者过个几个月的，大家就再出报告就没人看了，就热度过去了。所以呢，就只能是慢慢等了，对吧？你现在就越说越描越黑。就前2天那个西贝不又炒了一人去做那个什么嘛，做试吃嘛，然后那简直是就跟疯了一样，说你到底西贝给你吃什么了，对吧？这个时候就多说多错，你就别说，等等就完了啊，这个就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去做的事情。这个我也是上个礼拜试驾了这个凌志的 RX350，还行吧。这个礼拜打算去看看特斯拉，但是到最后还是喜欢我的老车啊。现在特斯拉呢，其实特别是 FSD，可能14已经推了吧。我看现在开始讲这个暖心故事了。它的暖心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家里很多老人啊，70、80岁了，现在已经没有驾驶能力了，但是呢，可以靠特斯拉 FSD。重新回到原来有车的生活啊，因为就完全自动驾驶嘛，带着他们四处去玩去，啊，所以现在特斯拉已经开始讲这种故事了。这个咱们不能乱讲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血压175/99该吃药了，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你去问大夫啊，175确实是不低了。这个山东女生是德州的，不太行啊。我之前遇到一个烟台的1.76米啊，真的好看。电视台记者啊，可惜没把握住，这个就吃了1次饭，现在她有了男朋友了，在意大利啊。那好吧，这个你还是要努力呀。山东女生我觉得你考个公吧，考个公他们就会很喜欢你。每句话说实话也是可以，让人听出假话的，这倒是，就是不同的话在不同的时期，它还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吧。我也谈过山东妹子啊，比我高半个头，太高了。这个好吧，山东人看女生，山东女生、东北女生真的比其他省的好看啊。南方妹子，脸太圆了，这个有吗？我觉得南方妹子有好多那种小尖脸的。还是得看喜好啊，这个是真的。西贝试吃姐属于是高级黑了，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怎么弄的啊，这个反正也挺神奇的。脸圆也有好看的，对呀，这是肯定的。审美的确是仁者见仁啊，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也没有啊。你像奥黛丽·赫本这样，可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觉得好看，
对吧？这个还是有共同审美的。我188啊，那个176的女生身高刚刚好，这个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你可以去搞一个最萌身高差啊，你188找个1.5米的，啊，这个会非常非常有喜感的。我来问一个题外话啊，如果是下壳尖的那种蛇精脸，男生会觉得喜欢和无法 hold 得住吗？这不就是网红脸吗？或者叫整容网红脸吗？有些人喜欢，对吧？现在其实你看网红滤镜，基本上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改的，就是你不用想说整容整成这样，滤镜就这样，对吧？你可以这个把抖音啊，或者是 TikTok 自拍，然后把滤镜开到最大，你看看你自己变成那样会这个什么样啊？很有趣的。我喜欢过的女生有圆脸有尖脸，主要看感觉，是这样的。之前几个女大都是160左右，身高差有点大，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当然了，也还有人讲说叫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啊，这个你自己也要考虑。让我选我喜欢本庄绫这样的。本庄绫是谁啊？我喜欢北条麻鸡年轻时候的样子，这个我都不知道是谁。米兰昆德拉说过，世界上的男人有两种，一种男人可能有100个女朋友，但是每个都不同，他们希望穷尽一切可能；另外一种是所有的女友都长得差不多啊，比如说像王思聪那样的吗？王思聪不就是每一个都是标准网红脸吗？是师姐如果能坚持一直做，保持热度啊，这个我觉得没戏。他如果一直做的话，热度上去一定会被封的。现在审美比较多元化啊，很多也喜欢圆脸、甜美系的啊，这个可以的。我觉得关键是要甜美，圆脸不重要。你长个大饼子脸，然后苦着脸，这事儿长什么脸都不好看。高矮胖瘦各有喜好啊，但是脸好看肯定是共同的。这个，哎，我觉得大家可以上这个 AI 视频或者 AI 生图的这个软件里头，说给我画一个好看的这个各个国家女生啊，它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好看的这个美国女生，好看的这个中国女生，好看的日本女生啊，他们会尽量的把各种国家女生的这个特性给你画出来，还是会有些差异的啊，挺好玩的过程。蛇精脸屏幕上看还行啊，日常看太难受，是这样的。这个，哎，这个我觉得就咱们各自看各自的吧。1.7米穿高跟鞋太突出了，这个高跟鞋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识的女生基本上长到1.665米以上的就不怎么穿高跟鞋了，或者1.67米、1.68米的基本上不怎么穿高跟鞋了。车灯要大，这个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终于听到几个熟悉的日本名字了啊，这我就都没听说过。好啊，这个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就是150人啊，没什么问题。那咱们下周三再继续读评论，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结束直播。还有一个问题，看一眼。我初恋1.68米啊，这个好吧，典型的江南女生。江南女生长到1.68米可是不多见啊。不愿意出国分手的，我在西安上大学啊，还是异地恋，好吧。这个每次分享你的恋爱故事还是很开心的，以这样的一个故事结尾吧，再见。